块根类多肉植物顾名思义，就是植物的叶片是从粗壮厚重的块根上长出的。虽然与我们常见的多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其刚柔的外观，在各大植物园内的杀生植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千万不要被块根类多肉的外表给骗了，它们的养护难度可是很大的，并且非常容易种死。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接下来，花花就为你详细讲解一下块根类多肉植物在养护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处理方法，新手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1. 块根植物的根。块根植物的原生地往往土地都并不贫瘠，年降水量也不算少。但是，大部分的块根植物原生地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或两个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很彻底的旱季。它们的旱季彻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滴雨也不会下，同时也没有海雾、晨露之类的东西滋养它们生长的土壤。这就是它们演化出块根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所以说，块根植物的养护其实养的就是这个巨大的块根了。让更多的营养物质能够在块根内积累下来，块根就会逐渐的变大。块根的大小也是我们衡量这些植物花龄的最重要的指标。一株块根植物已经存活了多少年并不那么重要，它的块根有多大才是重要的。对于块根植物来说，块根就是它们的全部，也真的应了那句话，养肉就是养根。2. 块根不生根的原因。1. 目前还是休眠期，自然不会发根。块根植物之所以需要一个巨大的块根存在，就是为了存住余粮，度过困难时期。这就说明块根植物是有明显的休眠期的。由于园艺养殖的环境与原生地不同，我们常常会看到块根休眠期紊乱的状况。但不管如何紊乱，休眠都意味着当前环境条件不足以唤醒它们。对于休眠期的块根，如果养护条件本身就不够暖和，就不需要急于让它们发根，甚至完全不需要浇水。当环境温度合适的时候，块根上会先钻出小芽来，这才是我们浇水的合适时机。2. 休眠期的温度太低，那些冬天落叶的块根植物，一般是需要通过温度来唤醒的。这类块根如果在望长期后，能够持续维持一个温暖的生长环境，常常能够免于休眠。如果一旦开始落叶，就应该主动断水，并予以保温，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冬季消耗，帮助它们在春天顺利发芽。但是，如果在越冬的时候没有放在比较温暖的环境里，它们就不得不不断地消耗块根内的养分来维持体温。虽然休眠的时候没有叶子，也不会进行光合作用，但是块根依然还是有生命活动的。温度过低会加重它们的营养消耗，严重的营养消耗会导致块根内部出现空腔。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萝卜储存不当，就会在芯儿里出现空腔，吃起来软绵绵的，我们叫做糠心萝卜，这就是营养过度消耗的结果。块根也是一样的，休眠期的块根依然需要我们照料，别以为断水了就没事儿了。最好能够让它们在冬天保持温暖，这样才能在开春的时候尽早出芽。那些出现空心的块根不仅会出芽晚，而且还更容易出现块根腐烂的问题。3. 休眠期浇水。前面我们说了，块根本身是不能吸收养分的，块根上长出来的正常形态的根系才是用来吸水的，所以对着一个休眠期的块根浇水是不合适的。大部分块根并不能敏感地感知到环境湿度的变化，浇水并不能促使它们发根。只有那些处于温暖环境中的块根才会发根。如果块根植物已经进入休眠，就不必强制浇水唤醒，可以根据新芽生长情况来决定是否要浇水。生长越旺盛，则需要的浇水量就越大。3. 块根渐渐变小。发生块根越养越小的情况，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不浇水。块根植物很奇特的地方，就是生长既用来长叶子的营养来自于块根本身，而它们的根系吸收的营养会被贮存起来。所以，即使是根系不佳，或者吸收不到水分，我们也难以从表面上看出来。那些个体巨大的块根，在我们浇水的时候会把水挡住，导致浇下去的水分其实都是沿着花盆的四壁下渗的。很多花友因为害怕浇水烂根，每次都浇水很少，这常常会导致在整个生长季，块根都吸收不到足够的水分。
大部分的块根植物的原生地都是雨量比较充沛的地区，它们的生长季往往是雨季，所以块根植物在生长季是需要大量的水分的。如果浇水过少，就会导致块根萎缩、空心的问题出现。面对这种情况，很多花友还以为是水浇多了造成的问题，于是浇水就更加节制，最后导致块根萎缩烂掉了。最后，在挑选块根植物的时候，能够直接买到枝叶繁茂、生长旺盛的植物是最好的了。因为如果你只买一个没有芽也没有根的大土豆，确实是有发根不成功的危险的。也确实有不良商家把该发芽而没有发芽的不健康的块根降价卖掉的情况。如果能够亲手挑选块根，可以用手掂一掂块根的分量，那些营养物质过度消耗的块根，掂起来会觉得轻飘飘的。这与挑选白萝卜的方法差不多。总结，以上的问题，相信大家在养护中都遇到过。只有花友们了解的多了，才能在处理多肉问题上游刃有余。而且，块根类多肉植物大部分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建议没有养护经验的新手朋友入手。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还请批评指摘。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关注、转发给更多人看到。感谢你的观看，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我们下期见。